当拿到一卷新的线材时，你应该做些什么？我整理出目前拿到线材后，针对回抽部分进行调整的方式。嗨，欢迎来到 Slow， 我是 David。本片配合之前的影片，拿到一卷新料该做的事中的第3步骤——回抽校正。还没有进行温度调整与线宽、流量调整的，建议先将温度与线宽的部分完成。连结都在下方资讯栏中。在经过温度与线宽调整后，接下来的回抽测试是为了减少喷头在移动补给料的过程中不会滴料。回抽主要的参数为回抽距离与回抽速度。回抽距离为设定每次机台执行回抽时，将材料由喷头中拉出的长度，目的在于将材料拉至温度较低的冷头中，防止热头端持续对材料加热导致滴料。回抽的距离一般来说，远端挤出会比近端挤出要来得长。原因是因为远端挤出必须将 PTFE 管中的多余材料也一同拉回后，才能将热头端的材料往回拉。PTFE 管的管径会对回抽造成影响。回抽速度则是执行回抽时的速度，比较进阶还有分为回抽速度与回补速度。回抽速度越快，越容易将热头内部的材料拉丝，导致回补初期的挤料不稳定。速度太慢，则会在执行完成前，部分该回抽的材料已经都在热头端融化。回补速度太快，容易在回补初期造成材料在工件上堆积。速度过慢，则会使材料在回补时容易有缺料的现象。回抽设定上，回抽长度会比回抽速度要来的重要，所以在开始测试时，会先以回抽长度优先进行测试，与之前对温度塔分层的方式进行。透过修改 G 扣达到多层不同的回抽距离测试，测试喷头在往返两圆柱之间会造成多少拉丝。这边以 Cura 示范，将模型载入 Cura 切层软体，先进行切层后确认每一单位的层高后，选择左上角的延伸 Extensions 后处理 Post Processing， 修改 G 扣 Modify G 扣，进入修改视窗，点左边视窗的 Add a Script， 使用 Change as Z 的功能，选择以层高进行出发，从第一层开始。先选择应用至11层当层与接续层，接着拉到下方选择变更回抽，点开后显示回抽方式分为线性移动与韧体设定，并不是每一种机台都有支援韧体回抽，所以请直接选择线性移动。往下有回抽速度与回抽距离，先勾选回抽距离进行，并修改第一段的回抽距离为2毫米。接着再点选左边的增加修改，一样选择 Change as Z 进行第2段的修改。此时层高记得修改成对应的开始层高，第2段的开始高度为41层，然后一样的方式拉到下方开启回抽功能，并点选长度，此时长度改为3毫米。依照这样的步骤，将模型的分段全部完成设定。确认切层钮旁边有显示修改的项目后，进行重新切层，并将档案执行列印。完成列印后，可以看到工件上有部分有拉丝的现象，选择拉丝最少的段，再进入回抽速度测试。设定方法一样，只是现在回抽距离已经调整为刚刚测试的最佳长度。经过2轮测试后，就可以得到当前速度的最佳回抽参数。回抽与材料温度的关联性比较大，所以当因为速度需要调整温度时，回抽就必须要观察是否需要重新调整。如果没有调整到温度，回抽则是不太需要变更，一切还是看材料的特性决定。本频道目前着重分享 FDM 3D 列印机相关知识推广与技术交流，有不同看法欢迎在下方留言。觉得有帮助的话，可以按赞并将影片分享出去，或订阅本频道，又或是透过下方 Patreon 连结支持。我们下次见。